同为犬类的狗和狐狸可以繁衍后代吗？它们之间有没有生殖隔离？眼前这只全身雪白、四肢短小粗壮的动物叫做银狐犬，是一种十分纯正的犬科动物，但它的嘴型又尖又细，外表看起来和白狐十分相似，名字里也带有狐字。它是不是狗和狐狸杂交的后代呢？狗和狐狸同样都是犬类，它们之间是否可以繁衍出后代呢？虽然银狐犬外形和狐狸十分相似，但它的祖先确实是狗，不是狐狸和狗杂交而来的。狐狸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毕兹犬，是一种由瑞士土犬以及北极附近的雪橇犬杂交而来的犬类，毛色为纯白色，两只耳朵竖直向上，眼皮上有又长又卷翘的睫毛，看起来像是长了双眼皮。和其他犬类不同的是，银狐犬的嘴部向外突出，鼻子又黑又圆，也被叫做日本尖嘴犬。这种尖嘴犬一直以来都为德国日耳曼民族所爱，除了银狐犬之外，博美犬、阿拉斯加雪橇犬等等都有着类似的尖嘴。经过白色的德国狐狸犬和日本本土犬类进行杂交改良之后，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这种银狐犬。狐狸和银狐犬都是犬类，但从分类学来说，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，一个属于犬科狐属，另一个则是犬科犬属，它们之间无法繁衍后代。同属于犬类的狗和狐狸，为什么不能杂交繁衍后代呢？以上提到，虽然它们都是同一个家族成员，但狗和狐狸在大约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开了。由于种群的分化，再加上它们已经1000多万年没有交集，它们之间已经出现了生殖隔离，无法进行交配，即使交配后也无法生出后代。既然它们在1000万年以前还属于同一个家族成员，那么它们后来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进化道路呢？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还是很常见的，就像是亲戚之间不来往了一样。简单来说，由于生活习性、栖息地、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，即使是亲缘关系接近的类群，想要成功繁衍后代也比较困难。他们就跟随自己的祖先来到了新的栖息地，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区域。在长期的进化中，它们之间的生活习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最终成为两个不同的物种。在1000万年前，狼还没有被人类驯化成狗，狼群中也有森严的等级，其中不乏弱势群体。一些凶猛的、体型强壮的狼可以捕食大型食草动物，而弱势群体只能捕捉兔子、老鼠等小型动物，有些甚至只能吃野果。狼群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，无法融入狼群的一方组成了新的族群，开始在新的栖息地生活。如今，狐狸主要生活在野外的山区，有时候会下山偷食家畜，而狗已经成为人类的好伙伴，是为人类看家护院的好帮手。遇到狐狸的时候还会进行驱赶，它们之间已经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，甚至形成敌对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狗和狐狸的染色体发生了变化，随着染色体数量差距的增大，它们杂交成功的几率越来越低。如今它们想要进行交配也没有那个条件了。狗和狐狸种群分化之后就出现了生殖隔离，而一部分狼如今被驯化成了狗，它们之间为什么还可以继续杂交呢？从外形和生活习性上来看，狼和狗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，但这并不能成为物种区分的主要依据。真正能决定物种的其实是基因。狗和狼之间虽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，但它们的染色体数量还是相同的。不仅如此，现代科学界也表示，狗是灰狼的一个亚种，它们之间本就没生殖隔离。狼和狐狸早在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化了，而狼被驯化成狗也不过3万年，这3万年的时间还不足以形成新的物种。通过对物种演化的研究，科学家们发现，一个新物种的形成至少需要几百万年。如果说狼和狗之间可以继续保持独立演化，或许在未来它们之间的基因差异越来越大，交配成功率越来越低，直到产生生殖隔离。但这情况大概是不会发生的。人类一直通过让狼和狗杂交的方法，让这两个物种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。如今世界上就已经有2种十分常见的狼狗。总的来说，狼和狗之所以能继续繁殖，是因为二者的物种种群基因池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它们虽然在4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分化，但由于基因差异较小，没有出现生殖隔离。和狼不同的是，狐狸和狗早在1000多万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分化，虽然还是同科动物，但由于二者的分化时间过长，基因差异过大，生殖隔离也越来越明显，这才导致它们之间无法共同繁衍后代。